广东东莞第一家民营的无人工厂正式上马了。计划呢要有1000个机器人参与一线的生产，现在已经有100个机器人呢能够上岗了。那么这件事情呢，也正式拉开了中国制造业机器换人的新篇章。这无论是对企业的发展，还是对劳动者就业，以及中国社会的产业升级，都将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说什么是无人工厂呢？它指的是在一线生产的过程当中参与生产的都是由计算机控制的机器人，一线生产是不配备工人的，所以这个叫无人工厂。有人说这机器人不是像大家想象那机器人就得跟人长得差不多，就是钢铁外壳什么的，不是那个我们看到电影里的。其实机器人真正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只要能模拟人的一部分功能，它就算机器人。其实上这种机器人代替人呢，我们在好多工厂里都看到。你像中国的，比方说汽车工业，这个飞机制造业，你要是有机会到那车间，你看看，就是一个大长胳膊，就机械手臂，拿来拿去的对接什么的，这它就算机器人。咱们以前唱京剧，你看海港里边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它轻轻的一抓就起来。那大吊车其实就是机器人。咱家里头吸尘器有那小机器人似的，碰到墙就能回来呢，那也是机器人。所以机器人并不都是像大家想象那样，就跟这个人这模样差不多。它是个手臂，能模仿人一部分功能，也叫机器人。那么这个无人工厂呢，它从产品的加工、装配，一直到这个检验合格率，都没有人参与。它整个构成呢是机器，就是这个计算机控制的机器人，加上数控机床，加上无人运输小车，加上自动化仓库，这几部分一条龙的下来，就构成了无人工厂全部。无人工厂不是没有人，只不过人力呢占整个生产的也就10%都不到。多数人力用来干嘛呢？一个是指挥员，一个是医生。指挥员干什么呢？改个程序下一下操作命令这机器就开始动上了，这是指挥员。还有一类是医生，那机器人它有坏的时候那机器呢这什么时候生锈了，或者哪儿有问题了得换换，这就像给人看病一样。所以多数的人在这工厂里边呢就变成了指挥员和医生。白天的时候呢改个程序换换命令，晚上搁2-3个人当监视员就行了。当然你看着这是表面上，在这些机器人背后呢还得必须拥有一个强大的科研和维护的这么一个团队。这也得不少人，就不是说无人工厂真就没有人了，只不过人呢从这个一线的低端劳动那儿能解放出来，开始从事高端劳动了，要改个程序发个指令维修机器人，开始干这个了。那么说这个无人工厂，它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就是针对中国现在制造业的现状提出来的。你看东莞当地他提出机器换人这么一个战略，而且他给机器换人还补贴，1年拿出2个亿。哪工厂你要干这个事儿，机器换人，你要钱不够，我给你补贴一部分，最高能补贴你总设备的15%，这可不少了。就政府等于白给你的钱。说为什么东莞政府要干这样的事儿呢？我想大家可能记得前些年东莞政府曾经提出一个腾笼换鸟，广东像佛山的好多地方也搞，意思是原来呢咱们都是低端的制造业，说白了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我们由原来的制造大国呢转向制造强国，就说我们制造业本身的技术含量要提升，现在目标变成这个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强调机器人代替人工，搞一个机器换人的这么一个大战略。那么这是现实给逼的，为什么呢？中国拥有13亿人口，近2.74亿农民工，不缺人的中国却为何搞起了机器换人战略？没有休息日，不用涨工资，能提高生产效率，能提升产品合格率，有着诸多好处的工业机器人，却为何普及艰难？老梁观世界，无人工厂不是梦正在播出。搞一个机器换人的这么一个大战略。那么这是现实给逼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呢还得继续发展制造业，可制造业现在中国的制造业是腹背受敌。西方发达国家一些人家这个工厂，你比方说美国和日本，这些国家在技术上比你有优势，而且人家在贸易上呢可以给你设立很多门槛，你不像我出口吗？贸易壁垒那反倾销反什么的补贴等等等等，所以咱跟他生意越来越不好做。而与此同时呢，
还有很多这个低端制造业国家跟咱竞争，你像墨西哥呀、像印度啊、像越南呢，这都是因为它的劳动力成本呢比咱还低，所以咱们现在腹背受敌。而且我们的制造业呢，现在面临着呢，一方面呢成本提升，就咱们的土地成本呢、人工成本都在提升；另一方面呢，还出现用工荒，没有那么多愿意从事低端制造业的人了。你看咱们现在说一个工厂工人每年这工资10%、20%蹭蹭往上涨，这里为什么出现用工荒呢？因为大量的80后、90后农民工不愿意像50后、60后、70后像自己的父辈那样辛辛苦苦的在一些艰苦的环境当中出苦大力啊，这个流血流汗，不愿意这么，人家要求自己权利，要求工作环境的舒适，要求精神世界的享受。你说在家做的那些都什么没什么发展，面朝黄土背朝天那种感觉，我怕我接受不了。不是说什么企业我们都能进，我想找一个适合我们自己能符合我们自身发展条件的企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低端制造业这一块呢，产业工人逐年的减少，招不上来，用工荒。而这个时候来的这些工人呢，用工成本都比过去提升了，工资要求提升了，环境要求提升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造业要想在夹缝当中求生存，那必须得降低你原来的企业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你的技术水准还没有达到世界顶尖，你就得从降低用工成本、提高生产率出发，这就是我们常说开源节流。那么怎么样才能降低用工成本呢？咱们说机器人来代替工人是个不错的办法。首先你从成本上看呢，说这机器人代替工人，只要机器人能顶工人2年的工资，就说一个机器人成本是得一个工人2年工资，一般机器人的使用最少是5年，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发现非常合算。而且机器人它这工作量比一般人大多了，它还没有休息日，也不会要求老板涨工资，而且也没有同事之间勾心斗角，也没有那些复杂的管理成本。我们现在一说企业管理成本，大多数是管理人的成本，这个人是最难管的，你用机器人没有这方面成本。所以只要你觉得几年以内能回成本，投入值，你最后发现从长久看非常划算的，用机器人来代替人。所以这是很多这个工厂想在这方面下手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呢，已经有一些工厂呢局部的在更换。你像机器人一般代替人都是什么工作？都是繁重的，这个反复重复的，在工作环境很恶劣的。咱们都知道郭台铭那个富士康不是经常闹出工人跳楼吗？说这是简单重复的劳动容易造成人精神崩溃。郭台铭提出了我们2014年要换机器人了，就是解决这重复劳动。还有的特别繁重的人担起来太费劲的，另外还有一些特别特殊的环境危险的，你像有的地方产生的气体啊、粉尘呢，对人会造成危害。机器人主要取代人这些工作，也就是说用机器人呢代替人有着诸多的好处。有人说有诸多的好处，他为什么你现在东莞才出现第一个无人工厂呢？以前那人干嘛了呢？这个最重要原因在于，还是我刚才说一个成本问题，就是对于体量比较大的工厂，资金相对充足，而且人长时间干一个行业，这样工厂他换机器人是合适的。机器人提高劳动生产率能提高10-20倍。机器人的高工作效率和相对较低的使用成本是企业最看重的。在浙江，这些企业正从机器换人中争得红利。一台切割机省10个人工，原本皮料剪裁这一步骤需要13个工人完成，如今却只需3人即可操作。1年下来，一台切割机省去近50万元的人工支出，3年就能赚回购置机器的费用。在招工难、用工贵的倒逼下，浙江全省在1年前率先实施了机器换人工程，计划在未来5年，每年实施5000个机器换人项目，实现5000亿元机器换人投资，推动工业生产方式由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变。我们这个用机器了以后，我们的劳动生产力可以大幅度的提高。去年我们全省劳动生产力提高了10%，可是他前期呢用机器人投入也大，一般中小企业承受不起，就流动资金不那么充足的，一下子换设备投入就挺大。因为现在机器人呢，正常一台20万以下，但是你要有一个机器人的整个运作系统呢，得200万到300万。就如果说一个车间平均成本下来没有100万更新不了，那么大企业说我拿出来上千万或者1个亿来更新可以不是事，中小企业一下要拿出几千万他费劲呐。
而且有的中小企业是打一枪换个地方，今天这个挣钱我干这个，明天这不换别的了。所以你要如果换一个工种机器人，他明天生产这东西不挣钱了，我又得换，他受不了。所以你看，尽管这个东莞当地制定的机器换人策略，政府1年拿2个亿，3年拿6个亿来扶持，说最高给15%，但假如说他换一次要2000万，你就给他补300万的话，也解决不了剩下太大问题。所以它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成本问题。另外一个呢，你想由人工怕换成机器人了，机器人得什么？你不得用电吗？所以电的成本提升了。你像这个广东有一家这个纺织染厂就是嘛，用了机器人之后呢，原来1个月电费2万块钱，现在1个月电费6万块钱。当然你要从这个长远看呢，这成本还省，在短时间用电量一下子就升高很多，电费就涨了。所以就说真正的这种无人工厂要想普及的话，政府的补贴力度恐怕还得加强，同时还得是从事制造业的人呢，能够长期稳定的在一个行业干。换机器人本来是一个节省、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省人工的一种非常好的办法，但现在来看呢，普及性还不够强。如果真普及性强，大家都意识到这个了，都愿意干，那就不用政府补贴了，你自己民间就是统筹资金就干这个了。用政府补贴说明啥？说明这个事现在还不是普遍现象。你现有的统计数字说明呢，世界上就是对机器人占有率最高的，韩国、日本最高。韩国是每1万个工人就拥有347台机器人，日本是每1万个工人拥有339台机器人。因为日本是世界上最早搞无人工厂，1984年4月份他就开始有实验室的无人工厂了。因为日本的劳力危机一直是挺严重，所以他最先琢磨这个。早在1984年，世界上第一座实验用的无人工厂诞生在日本的筑波科学城。在这里，原来用上百名熟练工人2周才能制造出来的柴油机，无人工厂出现之后，只用4名工人1天就可以完成。当然，为了建造这座神奇的无人工厂，日本政府可是花了不少心思，总共投入137亿日元，整整花了7年的时间。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机器人逐渐受到当地企业主的欢迎。其中最有名的是日本一个叫法纳克的工厂，在工厂里，自动机械加工中心、机器人、自动运输小车，白天和夜里都是在无人看管情况下进行生产的。此后，经过短短的10几年，日本一跃成为机器人王国，机器人的产量和实际安装台数在国际上跃居首位。就说有的时候我们所说的高科技，说中国这方面科技不行，你看逼没逼到那程度？如果持续下去，咱们说劳动力成本还是一直往上提升的，越来越高，逼的用人用不起了，就得用机器人了。你看就会有相当多的工厂主动换，他就看成本逼没逼到那程度。现在还是用人的成本觉得能承受，比我一次性的换机器投入这方面，这方面自己的资金压力小，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还继续在使用人工。中国是1万个工人里头只拥有23台机器人，世界平均是58台，咱们平均水平少1半还多，更别说跟日韩这300多台比了。所以咱在这方面劳动生产率远远不如人家。就是当有一天这成本真逼到这程度了，而且机器人经过改良呢，本身价钱下来了，比方说由20多万一台，现在降到10万一台了，一算呢，等于一个工人就1年的左右的工资了。那好，那很多都愿意换了。所以现在一个是机器人成本在那儿，再一个是用人工的成本还没有高到很多媒体报道那么恐怖的程度。所以很多的中小企业还在继续沿用原先的办法，但是将来来看，这个机器换人呢，必然会成为一个潮流。可能有的劳动者挺担心，说这个一线整个车间都没有工人了，全机器人了，那工人上哪儿去？不都失业了吗？告诉大家，这个不可能存在。为啥？世界范围来看，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因为大量使用机器人造成人失业，就很多人找不着工作。为什么呢？中国有一个大的这个可以说得上国策的，就是我们眼下呢产业升级呢，你制造业直接变成那个技术密集型不现实，那么我们可以发展服务业。就说这块挤出来的这些用工，你要机器人代替人工，这些人往哪去呢？很多人往服务业上转。中国将来会大力发展服务业，旅游啊、教育啊、商贸啊、餐饮啊等等等等，就服务行业将会吸纳这部分多出的劳动力。而且同时呢，这个劳动力本身要实现升级换代。你看将来如果机器人代替人的话，这个工厂最欢迎的是什么工人？其实它的组合就是工程师加普通操作员。这普通操作员呢，得明白机器人咋操作，怎么下指令，怎么输入程序。再往上一点，工程师呢会维修机器人，
会研发机器人的新的功能。所以这就是普通操作员加工程师配置，就是未来的工厂里边，你那些原来只靠出苦大力的工人一定会被淘汰，工厂要用那些懂技术的这些产业工人。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会发现一个所谓创新型国家，它不是说一些科学家坐在实验室里天天研究就完了，它必须是一线的产业工人就在工厂里工作，这些工人都具备很高的职业素养，都具备一定技术能力，这样才能和科学家的科研呢结合，直接转化成劳动生产力。所以如果中国将来机器换人能够获得伟大的成功的话，也就意味着低端劳动力在制造业里被清除了，那么留下来的劳动力是什么？是高端的技术工人。那么这些人掌握一定技术的话，那么中国成为自主创新型国家才真正的有希望。所以我说机器换人的战略不会冲击我们现在劳动力的就业，相反它能从积极的角度推进中国产业工人科学技术的升级，而这点对中国自主性创新国家最终能够实现会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应该举双手拍巴掌欢迎机器换人这个伟大时代的来到，这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要真正开始向制造强国转化，原来的中国制造要转化成中国制造，就是智慧制造的这个角度出发的。所以我们要为这机器换人这个事儿呼一呼，这绝对是一件好事。无论男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呢，年华老去呢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很多人呢都希望能够永葆青春，抵抗衰老。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某女明星都50、60岁了，可这模样看着跟20多岁似的，说她是怎么做到的呢？有的机构就宣传了，她打了羊胎素了。所以有不少的女明星一些商人都千里迢迢的跑到瑞士，说瑞士的羊胎素是最好的，到那儿打羊胎素。可是就在今年3月末，瑞士的卫生部和药监局对外公布了一纸公文，说羊胎素没有任何的医学研究证明它能够抵抗衰老，而且打羊胎素还有很多不可知的健康风险。 We have reviewe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They all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no sufficient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the efficacy of such fresh cell therapy products. 也就是说，瑞士官方的一纸公文等于打破了羊胎素的神话。瑞士卫生部一纸公文打破羊胎素抗衰老神话。羊胎素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真相？干细胞疗法、肉毒素、玻尿酸，种类繁杂的抗衰老医学是神话还是谎言？台湾体检游、美国抗癌游、跨国医疗旅游真的靠谱吗？吸引了众多爱美女性的韩国整容之路又有怎样的泪与痛？逆生长骗局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对于电视机前很多爱美的女同志来说，尤其是人到中年的女同志，可能你对羊胎素不会陌生。什么是羊胎素呢？准确来说呢，它是来自欧洲阿尔卑斯山脉海拔4000米以上的有一种动物，就山地黑绵羊。这个黑绵羊怀孕5个月，它肚子里那个小羊的羊胎从它的身上提取出来的这种激素被称为羊胎素。其实这是什么呢？也被称为叫活性细胞精华。它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看人为什么衰老了，就是细胞这个越来越老化，有的死亡了，该淘汰了。那么好，我们把活性细胞精华提取出来，打到你身体里边，那么就会刺激你的细胞加快分裂，快速生长出新的细胞来，把原来老的细胞就淘汰了，这你不就不老了吗？它的基本道理就是这个，其实就是把这个羊胎里提取出来这个活性细胞精华呢，用生理盐水溶解了，然后再打到你身体里。当然它不光是这种小羊的羊胎素，后来也就拓展到很多其他动物，包括从胎盘里提取出来的也都统称为羊胎素。那么说这个好使不好使呢？它的历史很早了。当年呢，发现羊胎素这科学家在1912年的时候得了诺贝尔奖。后来在1931年的时候呢，瑞士有一个叫保罗的大夫，他把这种羊胎素呢注射到一个患有甲状腺病的病人身体里，结果这个病人本来生命垂危了，因为注射这个多活了31年，最后89岁才死。所以在那之后呢，很多人就开始认为这羊胎素确实有神奇的功效。所以在这个1931年之后这70多年间呢，就有不少的世界政要明星这名人都跑到瑞士保罗医生那家医院来打这个羊胎素。
你看什么罗马的教皇啊，还有什么这个丘吉尔啊、戴高乐呀、玛丽莲梦露啊、马拉多纳呀、卓别林呐、等等等等，包括英国的皇室成员都跑那儿去打羊胎素，所以它形成一种风气呢，说这个就能返老还童，抵抗衰老。而且你看宣传机构那给你得出的结论，打完了之后皮肤有弹性也有光泽，而且这个深度睡眠比过去好了，免疫力提高了甚至还提高性功能，不孕不育的说打了这个都最后生孩子了，反正说的是天花乱坠的。那么说既然说的这么好，为什么瑞士卫生部和药监局发出这一纸公文呢？因为现在在西方这个羊胎素科研机构研究来研究去呢，证明呢它对于有一些器官和关节的病变会起到一些作用，就是能治一些病，但是治病呢也得看这个人适合不适合。说白了它不是普遍的能推广的，现在还仅仅处在临床阶段。等至于说它抗衰老美容，现在没有任何一家正规的医疗机构得出的最终大家信服的结论是它对抗衰老有用。抗衰老从理论上讲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因为人的机体的衰老是一个自然规律，它延缓衰老呢，只能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当然跟人的环境、跟人的营养、跟人的这种感觉和心理都有很多关系。但是从根儿上讲，我们说延缓衰老呢，并不能明确的能有多大的效果。有的人说那不对呀，我听多少年了，说活性细胞不人老了不就是细胞分裂的慢了吗？那它这能促进细胞分裂，这人们就可以抗衰老了吗？其实大家也知道，衰老是自然的生理规律，所谓的逆生长根本就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个活性细胞注入它有一系列的问题。你看咱们现在有很时髦的叫法叫干细胞治疗，其实跟这个是一回事。就说你既然说是从羊身上从什么上提取出来的这活性细胞注射到身体，说有健康风险，有可能出现感染动物病原体感染包括排异反应等等，说那你从自己身上取出来总没有排异反应吧？问题是假如说从你自己身上，你是一个60多岁老人了，把你身上干细胞摘，你这干细胞本身也老化了，再注射到你体内呢，无非是五马倒六羊，拆东墙补西墙。说你年轻时候就提取出干细胞来，然后培养让它什么如何，到你老的时候再打进去，那不就对了吗？问题是呢，现在的科学研究发现呢，就这种方式的干细胞，它不是随着你身体生长的，它是按照你的基因序列自然培养的，有可能打回到你身体之内呢，不仅起不到延缓衰老的作用，还容易带来一些新的反应，极容易肿瘤化。日前，瑞士联邦卫生部和药监局发布公告称，羊胎素疗法的有效性未经科学证实，健康风险早已显现。这一疗法可能导致过敏、注射出脓肿、血液感染，甚至是动物病原体传染。公告要求所有从事生产、进口、配销或使用非法羊胎素产品的医院及从业人员必须停止此类活动，或立即申请相关执照和批准。The Swiss law on medicine and medical devices is very clear. It is illegal to inject animal cells into a human body unless there is an authorization, and Swissmedic never gave such an authorization. 就是人体是一个特别复杂精密的这么一个整体，如果你任何一个地方打破它原来的规律，都蕴藏着不可知的风险。也就是说呢，瑞士的这个卫生部和药监局没有把羊胎素一棍子打死，人家只是告诉你，就说它没有现在科研能证明它一定是抗衰老的，而且确实存在着不可知的健康风险。就有什么样风险咱不知道，就像咱们有时候看一种药副作用也不明确，就不知道可能有什么健康风险。就是人家没有说它一定不好使，但是呢，人家否定了它100%好使，就是不像宣传机构说的那么天花乱坠，说羊胎素一打上你有什么变得青春年少的如何，没有那么神的功效，就是没有科学定论证明它会干这事，而且可能有种种风险。所以这个瑞士官方他措辞是非常谨慎的。有人说那也不对呀，那照你那么说，那些明星名人都花那么大价钱去什么的，确实。咱们现在我就看到国内一些网站经常有登羊胎素宣传的，羊胎素它不可能够像吹的那么天花乱坠，它也有不可知的健康风险，难道科学界的人不知道吗？为什么我们现在在网上一搜，居然有很多大学的学者教授和研究所
言之凿凿的出台一个论文啊，来为羊胎素鼓与呼呢？毫无疑问拿了钱了。在过去说，比方说瓷器造假蒙人啊，那是一些这个骗子在跟这个专家对着干。现在是专家跟专家对着干，就像我以前说兴奋剂，兴奋剂是现在一些科学家在研究兴奋剂，就是研究兴奋剂的和反兴奋剂的都是科学家在干。所以我想，科学一旦要良心坏了，那这个咱们人类啊，在一定程度讲，尤其消费者，那受到戕害是不可避免的。38万8、68万8，费用惊人的羊胎素疗法究竟有何疗效？肉毒素、玻尿酸、可注射、可口服，广告宣传天花乱坠。然而，昙花一现的美容假象背后，却隐藏了你所不知道的隐患。台湾、美国、韩国大行其道的医疗旅游，让消费者花了多少冤枉钱？延缓衰老、青春永驻的美梦，为何最终变成了噩梦？本期老梁观世界，谁把羊胎素吹成了神话？正在有很多人发表的言论是呢，羊胎素能延缓衰老，这活性细胞大大的好，等等等等。那这说明什么？就是羊胎素背后的利益链条是非常巨大的。它有什么利益链条呢？你就看到瑞士做这种打羊胎素这样一个旅程要多少钱？就普通的便宜的也要15万到17万左右，而且这还是就是5天6个晚上到那儿，然后最普通的给你打6针，然后你就回来了。人家告诉你这个作用不大，真正作用大得挑那30万以上的，38万8的，最好你选择68万8那种啊，每隔2年你定期去一次。当然这个过程很豪华啊，来回头等舱都包括这钱以内的，然后住这个瑞士湖畔的那些别墅，青山绿水的，专门有个医疗翻译懂中文的一道陪着你，甚至专门给你做中餐，反正这非常豪华了这一趟。当然钱也好啊，38万8、68万8，这都好钱。尽管瑞士的一纸禁令已经将羊胎素拉下了神坛，但是在国内羊胎素美容的宣传并未停止。实际上，我国从未批准羊胎素注射疗法，但由于羊胎素美容、抗衰老、保青春的效果长期被热炒，许多整形美容机构都违规提供这项服务。那是一种药水直接打进去的，它是培养出来的东西。国家药监局对这个羊胎素的注射，还有国家卫计委不允许它在国内有注射，所以国内目前市场上没有一家生产这样的产品或者批准注射的这样的一个医院，但是可能会在一些非法的一些渠道呢，在用这些东西。此外，在网络上依然活跃着大量提供赴瑞士医疗旅游的中介代理，提供签证、酒店、租车等一条龙服务。其中最主要的业务是预约羊胎素治疗。国庆节如果正常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应该这个等待也应该很快了，很快了。包括我们这种正规的机构，它也是在现在所有的吧，在瑞士它都要接受它全部的资质啊，所有东西审核一遍。所以说你说到国庆节的话，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去做治疗。说这市场是怎么形成的呢？瑞士那边呢负责弄这些事儿啊，你像瑞士当地有不少商人能干什么呢？雇2个大夫，租个湖边别墅，他就敢接待中国游客。你比方说这17万就最便宜，这个中介就中国人介绍，能从中拿多少回扣呢？将近20%的回扣，拿3万多块钱。你说17万他能拿3万多回扣，你这利润得多大吧？所以这个利益链条非常结实，里边产生的利润可以说是暴利。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昧着良心为羊胎素鼓与呼。现在等于瑞士官方的一纸公文告诉我们一个血淋淋的事实，羊胎素没你想象那么好使。所谓的抗衰老，这是完全违背人的生理规律的，逆生长是不现实的。你所谓看到那些明星啊保养的多好啊，其实呢很多程度是借助于 PS 技术，借助于闪光灯，借助于化妆技术。我看没有任何一个明星脸呢捯饬漂漂亮亮的，说你给大伙看看你腰吧，你腿部的肉吧，是不是很松弛？没人敢看。为啥？这个东西是经不住检验，那张脸是可以造假的，也不行整容啊，涂脂抹粉一样可以啊。所以有的人盲目的相信，你看人家为什么那不显老，那就打了羊胎素了。你包括前几年又说流行肉毒素，说这些年的玻尿酸，其实那个东西只是短暂的在视觉上会起到一定的改变，确实你看着比过去顺眼了，但隔了一阶段你还得接着打，甚至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你再打就没用了。
他这个生理机能已经被这个破坏了。所以这些年我们不断看到当初整容很成功的打这个打那很成功的一些女明星，现在都不敢出来了，或者真露出真容，你一看都吓人了。因为人体这个生理规律，你要逆着它来，你要硬往回搬，那早晚这大自然会给你报应。所以我们说羊胎素这个神话破灭，告诉大家一个简单道理：人体的生理规律啊，你很难用现代的科技硬往回搬。你从治疗角度来说治一些病什么的病变，这可能会有一些作用，但是要完全违背人的生理规律，让你逆生长，这根本就不可能。而且从这个事上呢，我们现在看到了另一方面啊，就是现在很多中国消费者被坑害的领域，就所谓的医疗旅游。你要去瑞士美容打羊胎素，这是现在高端人士啊这么玩。可是普通老百姓呢也能参与医疗旅游。这医疗旅游现在比较常见的几种呢，比方说到台湾地区去体检，到日本去体检，到美国是治疗什么癌症之类的，还有的更为常见的到韩国整容，跑到韩国去说既溜达玩了又进行整容，这一趟你还既玩了还同时让自己变漂亮了，很有诱惑力。韩国的整容机构也在中国大肆的打广告，借助韩剧的影响力，又是李敏镐、金秀贤的，又是三宋一的。而且这些年很多人经过调查发现，韩国整容业泥沙俱下，啥样都有，因为利润太大了。我们是2014年的2月16号回国，28号发现了一个问题，那个医生跟我说，你看颧骨不对称，下颚角怎么结成这样，下巴也是歪的，鼻子夹脊也是歪的，鼻唇沟垫骨还是个斜的，是不对称的。现在大概我看了有40多个大夫，他给我的意见就是你的手术很糟糕，有很多都是没有必要的，就是在练手。而且现在不断有韩国的不怎么地的大夫跑中国来韩国名医来给你做整容，其实在韩国很可能他连行医资格都没有。而且针对中国人利润，比方说韩国人做一例手术，假如说1000块钱，到中国人来就要1万，就地起价翻10倍，没有理由，就是中国人钱好挣。他为什么敢这么干呢？为什么他对韩国本国的人，你看价还低，服务态度好，反而对中国人他敢宰呢？伪造资质，就地涨价，鱼目混珠，韩国整容业乱象横生，中国消费者赴韩整容，医疗事故屡屡被爆出，整容失败，他们在维权路上遭遇了怎样的泪与痛？去警察局投诉，他就拿了那么厚一沓的资料跟我说，姑娘，趁着你这张脸还能看，你回家吧。美梦破灭，给我们带来哪些思考？爱美无罪，那你也得悠着点儿。老梁观世界，谁把羊胎素吹成了神话？稍后播出。现在不断有韩国的不怎么地的大夫跑中国来韩国名医来给你做整容，其实在韩国很可能他连行医资格都没有。他为什么敢这么干呢？就是现在这种跨国的医疗旅游，最后如果出现问题，维权非常困难。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例就这种医疗旅游去整容最后失败了维权成功的一例都没有，因为它涉及所在国家的一些法律限制包括取证比较困难呢。也就是说你要到韩国整容，一旦要整失败了，你都没地方打官司。去警察局投诉，他就拿了那么厚一沓的资料跟我说，姑娘，趁着你这张脸还能看，你回家吧。他说你在韩国是维不到权的，就是他们知道的，就在那么厚一沓的资料里面，只有脸烂成骷髅的那么几个人才能可能得到一点点的赔偿，其他人是不可能的。近年来，赴韩国整形潮流日渐兴起，一些爱美的女士不惜一掷千金，愿去韩国接受整形手术。然而事与愿违，有越来越多的求美者因整形失败而深陷维权困境。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在今年3月召开发布会通报，2014年中国赴韩国整形的总人数为 5.6 万人，仅韩国消费者保护院接到的整形手术受害伤残案件就高达4800余件。山西的靳女士受整形真人秀节目吸引，被选中飞赴韩国进行免费手术。原本只求进行胸部修复手术的靳女士，在节目组和院方的游说下，又接受了双眼皮、开眼角、隆鼻等7项手术，最终竟然没有一项成功。脸是歪的，然后嘴巴这一块很麻木，然后在这个侧边这块是疼痛的，在颧骨的这边也是疼痛的。在深圳从事韩国服装外贸生意的陈女士，在韩国花了2000万韩币接受整形手术。然而手术后，她却发现自己原本称得上靓丽的容颜，变成了现在的鼻歪唇斜，面部诡异的僵硬。
浙江的密女士原本眉清目秀，可看了韩剧和韩国整形节目后，也选择出国整形。花了15万的她，最后落得个鼻部严重感染，发际线疤痕增生。为此，她多次赴韩维权，但都遭到工作人员的不礼貌对待。我跟他们说，你们这么长时间让我吃抗生素，已经导致我体内的菌群失调了。结果他们医院诋毁我，说我是一个得梅毒的女人。如今，等待各位整容患者的是漫长的修复和维权之路。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这有关羊胎素神话的破灭，其实也在告诉大家，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啊，人的生活好了，大家特别希望能够多过几年好日子，特别希望呢能够留住自己的青春，留住自己旺盛的精力。所以这个时候呢，兜里有点闲钱的人呢，都想在这上投入一下。而且这投入的心理呢，不是说他一定认为这东西就好使，他就想那万一好使呢，我这钱留着也是留着，我要用到这上，那万一好使了，我多活2年，或者我青春永驻，我看着漂亮点，这不好吗？所以正是在人这种打破自然规律的痴心妄想、不切合实际的幻想之下，所谓的一些医疗旅游行业像羊胎素这样的事儿才能够大行其道，才能够骗了很多人。所以我说，只要人存在着这样不科学的贪心不足，那么像羊胎素这样的事儿早晚还会出现。羊胎素的神话破灭了，下一个神话我估计马上就会立起来。关键是电视机前有理智的朋友，你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神话的膜拜者乃至受害者呢？